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大家看到川普呢即将上任，然后上任之后呢，会不会有3把火？我们就先来看川普的第一把火可能是什么？移民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大家剉了一蛋了，川普恐怕驱逐了非法移民了，墨西哥的家庭会担心失去了经济支柱。这个是 CNN 指出了，墨西哥呢许多家庭几乎一切的生活开销都得在美国打工的亲属，那他们也担心川普未来的边境政策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生计。所以现在美国丹佛的市长不忍了，扬言部署5万市民力主川普驱逐非法移民。这是这个丹佛市的市长。那第二把火是什么？第二把火会不会要挑战 FBI？ 因为现在有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呢拟设立调查小组彻查2020年大选舞弊的证据。消息人士指出美国的这个总统准总统川普呢，计划在司法部组建调查小组，在各个摇摆州呢寻找2020年大选舞弊的证据。那第3把火呢，就是要大砍部门，换出全新的荧幕内阁。什么叫荧幕内阁呢？我们知道川普呢，接下来外媒有分析可能获得提名者呢，除了你要够忠诚之外，另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要比资历还重要，就是你的荧幕魅力，就是你要够红了，你在荧幕面前有说服力，或许你就可以入阁川普的内阁情况。好，那再看到过去跟那个川普呢麻吉的马斯克，现在会不会在某些的这些论点上、政策上产生的分歧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自由派低头，伯克莱加大取消了马斯克败给法律课，这个是伯克莱加大的课程注册办公室呢发电子邮件给学生，告知大家法学院原定在2025年1月开的马斯克败给法律的课程取消，所以是不是现在连最自由派的人士也只能向马斯克俯首致敬？好，那马斯克呢现在称美国呢正在以超快速奔向破产的情况，哇，这一讲出来会不会让川普的心也突然扭了一下？因为呢川普拟设立这个政府的效率部在 X 上面写到2023年的财年这个美国的政府支出达到了6兆美元，但收入呢只有4兆美元所以上次的盈余还是要往前推到2001年。那他就直接讲了，马斯克说美国正在以超快速的速度奔向破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讨论到加关税的一个议题高盛就指出了，如果加征了10%的关税美国的核心的 PCE 恐怕会上升到3个百分点通膨数字会上升所以就大家还是有对加征关税这个东西其实有不同的意见。好，那分歧点呢，是不是也在这个财长的提名因为现在贝森特获得川普提名当财政部长，那坚持美国优先，视关税为谈判工具，可是显然跟这个包括了这个马斯克或是高盛的想法可能不太一致。所以呢，那现在马斯克是不是改挺另一位？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跟川普的意见会有一些矛盾的点？第二个就是对中的态度，分歧点2，对中态度。因为我们知道马斯克的母亲他喜欢中国，甚至外媒也说他是中国市场的宠儿，还去中国代言寝具。那过去呢曾誓言不与中国母公司剥离。 TikTok 呢现在执行长要找马斯克来咨询了，大家想说你不找川普反找马斯克，是不是马斯克跟中国关系比较友好？那川普会不会就变得比较尴尬一点呢？好，那再来看到现在美国制裁反而逼出了华为的潜力了吗？这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再推出口管制新规冲击200多个中国晶片商。那现在呢有人爆料说，这个华为的 Mate70从头到脚都是创新的，那主要的零配件可以100%自主可控几乎都是国内的这个中国国内的供应链为主。那现在呢，因为过去制裁华为，反而逼出了华为这个新的巨兽嘛，神秘的实验室鸿蒙系统变身中国版的苹果加辉达加博士的感觉。那现在呢，华为的前研发主管就说了，当时美国列入实体管制清单时整个公司出奇的平静，有着这一天终于来的觉悟。也因为如此所以反而能够更激出士气。那华为的轮值董事长他就说过，2019年8月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被迫加速打造智慧终端机作业系统的进程，并且决定将鸿蒙作业系统的原始程式码捐献给开发原子开源基金会来进行开源。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现在整个鸿蒙要冲上架了，哇！预计半年到1年要推出10万个应用程式。
好，我们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川普上任有3把火，第一把火点向移民。其实非法移民这个东西，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已经一直在针对，所以当初就是在墨西哥边境这个地方设立长城，也就是要阻止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但拜登上来之后，整个又放宽了。那这一次就要看川普到底用多大的力道去执行这个东西，因为包括之前加州啊这些有一些东西，你投票反对说他不会履行川普这个政策。那如果川普还是强硬的推行这些东西，那会不会在美国内部制造动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观察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把这些非法移民通通赶走的话，美国马上要面临一个劳动力严重短缺的一个现象。是，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的对立的过程，会不会演变成美国的内战？一直有很多人担心说，川普会不会引发内战？那当然这也有待观察。总之，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执行的一个政策。川普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有待观察。那当然，川普这一次的内阁名单几乎全部都出炉了，然后他找的人大概跟他特质都非常像，然后都是就是讲话非常的吸睛，然后作为也非常的这种冲撞型的。那他找了一大堆这种人格特质跟他很接近的人。那其实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这一群人如果都是往对的方向走的话，那当然 OK。那这一群人要是往错的方向走，那美国就会错得非常厉害，往悬崖边走。对，那整个恐怕这个美国内部的对立就会变成非常非常深哦。所以这个就要看川普到底能够运用到什么范围。比如说他这个财长，我觉得号称华尔街最聪明的人，他就马上讲啊，他说这个关税其实10%是拿来谈判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理性的想法，因为你想想看嘛，如果川普真的照他在竞选的时候所说的，要对中国征60%的税，要对全世界欧盟啊这些国家全部征10%的税，那如果真的这样搞下去，第一个显而易见会出现的，就是美国自己国内一定会通膨，因为你所有东西全部都变贵，那你当然会通膨，那这样政府受得了吗？然后如果他真的像他们所宣称的，要把77%的这个联邦政府的组织都把它砍掉。那第一个我跟你保证，这个官司打不完了，是，对啊，因为一定有很多人会跟联邦政府打官司，然后你真的有办法去执行吗？你砍掉77%的政府部门，你有很多东西还真的能运作吗？这些恐怕都是值得怀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马斯克现在跟川普还在蜜月期，所以他讲很多东西，可能川普还会听。那其实很多人也在看说他跟他蜜月期到底能够多久。因为听说现在川普身边很多幕僚已经对马斯克很不满，有反感了。对，因为觉得马斯克好像把所有的主导权都抢走，没有他们这些其他幕僚的空间哦。那我觉得这种是难免，可是这个就要看川普对马斯克的信赖能够多久。我们也都知道，你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每一个被他拔走的人，他每一个都说他把他讲得天花乱坠，对，讲得多好多棒，他认识最强的人。然后结果半年1年之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跟他翻脸，是对啊。所以这次他们到底能够蜜月多久，就是引导整个川普的整个政策方向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焦点。那华为当然现在看起来是好像越走越稳，对，而且它的鸿蒙系统也开始运作了，然后它的各项发展也都在进行当中了。那我个人是觉得 Mate 70 Pro。就是一个指标，因为去年的成功，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民族情感。那今年如果再度获得大成功，而且不止中国境内，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其他可以用的国家也可以卖得很好的话，那就表示华为真的站起来，而不只是单纯依赖一个民族情绪而已。好，我们请教一下吕进长怎么看呢？马斯克未来要主掌这政府效率部啊，那政府效率部呢？那当然现在在拜登政府的任内，他还没有成立，但是他已经有X 的账号了。对，那他开了一个 X 账号之后，他就贴了这张图。那这张图到底在讲什么？它其实就是在讲啊，现在以2023年为例啊，那美国政府的支出呢，其实是6.16兆美元。那如果是它的收入呢，只有4.47兆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其中有非常大的一个缺口啊。那我们一般在讨论财政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开源跟节流的部分。开源现在他要大幅的征收关税，他认为那个是开源的部分。那
至于节流的部分呢，那当然他要大幅的删减这个联邦的机构，而且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国家安全以及退伍军人这个部分呢，当然他是不是要继续的走他前一个任期，也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孤立主义，然后将美军全部的收缩回本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马斯克跟川普之间有非常多的不同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关税的部分，有关于打消这些联邦机构的部分，其实都是啊。那但是他们其实还有2个共通点啊，哪2个共同点？第一个，对于加密货币的一个看法，那个川普他自称啊是第一个支持加密货币的候选人，而且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他就接受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政治现金啊。那另外关于永续能源的部分，那当初川普讲说，哎呀，核电啊是一个大问题 ，big problem， 他不是很喜欢这样吗？像手风琴一样，但是。其实马斯克他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其实核电是被低估、误解以及跟核战混淆的部分。然后最后，其实我们看到川普他认同这个观点，他说其实核电的这个品牌形象并不好啊，也就是未来应该重新命名。那至于说我们谈到说有关于华为手机的部分这一台 X5。这是上一代的，现在推出来的是 X6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折叠手机啊，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那但是还不太会用，还在学习当中。那我们如果说看到它这个是一个雨纱巾，非常难买啊。那其实之前还没去大陆的时候打电话都没有的。那结果那一天是运气好，还剩1台，然后人家当初预定了没有来拿，那结果我就买了这个雨纱巾的部分啊。那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华为部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创新啊？其实。这个关于 Apple 它当初之所以被人家肯定，并不是它的性能有多卓越，最重要的是它对于 APP 的推出啊。那对于 APP 的这样推出之后呢，其实华为它透过它的那个鸿蒙生态圈，不断的做一个改变它在这一次。不管是 Mate 70 Pro，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的对折机X6的部分其实他强调一件事情他讲到一抓一放掌控全场，其实这是当初电影里面的一个想象还记得吗？关键报告里面，汤姆克鲁斯不是在那边抓来抓去吗？对，现在就是这样，连我的这个 X5都可以抓那只是抓的效果可能没有 X6 或者是。Mate 70 Pro 我没有在帮华为做广告，因为台湾买不到。那另外呢，其实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谈到数位汇流的部分。记得看到《楚门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不断的在里面做置入，然后不断的透过这些荧幕做营销，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这个一抓一放来完成的。这个或许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华为的高层他的营销总裁对于华为这么有把握，其实也是源自于他的 APP。好，我们请教李教授。对，因为我们都说的确，川普用人就是第一忠诚度嘛，第二是理念要相投。第三我还蛮同意最新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要被川普所赏识，那这个特质可能真的就是所谓的荧幕魅力，我非常同意。但是的确像刚才所说假设同质性太高，就怕会有团体思考这个弊端。对，就大家的思考方向一致，没有人故意出来唱反调，用其他方向去挑战。没有人当乌鸦了对，这个比较麻烦就要有待观察。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讲刚图卡上讲，新官上任3把火，我觉得应该还不止还有第4把、第5把都会有的确移民是还有川普还要重启在2020年，他认为选举有舞弊。第3，政府效率要缩减开支减少官僚的这个弊端。第4，我觉得像刚才舰长所说的，我觉得很明显，很快就可以看到美国的气候政策跟能源政策，它就是会跟拜登目前不同。是，川普会很快解禁一些在拜登任内的一些禁令，包括天然气的出口，包括对于传统能源的这个石油的煤矿的一些探勘跟开采，这会有重大变化。
那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这移民啦，因为移民其实是重大的问题。是啊，川普一定会对他开刀下手，因为根据川普所说，哈，现在美国境内非法移民至少1200到1300万，他甚至讲哈，这个数字在拜登任内2020到2024，美国的移民总数是900万人，里面合法的大概250万，非法的大概650万。数字很快，而且这数字是相当于过去美国10年的总和，所以他是究责拜登。而且这些非法的入境的这个途径，大概是从美墨边境进来。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说哈，这个有所谓的北三角哈，就是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跟这个瓜地马拉，这个是最重要的入境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这个主要来源。但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这2个国家在过去几年占美国非法移民的各14%，这么多。但川普现在要做的方法就是说要快速的遣返，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啊，因为有人算过要把这1000多万人通通遣返，要花300多亿美金。哇，好贵！这数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天文数字，很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能够具体的衡量出来。就算是我第一年要遣返100万人，我要花大概将近是880亿美金。有人算过，为什么第一年钱要这么多？因为你要遣送非法移民，不是说我遣送就遣送，你要有逮捕的过程，对，拘留要盖拘留所，大量的，还有法律的这个途径，最后你还要花钱把它运送到你想要运送的地方，所以这没有那么简单。我就知道大话。最后一点就是会牵涉到联邦跟邦的一个纷争。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德州共和党籍出了所谓的移民法，拜登当时是打法律战，他讲的理由是你侵犯到联邦的权利，州没有权利去做逮捕、做遣送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所以未来还有很多戏可以看。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龙泽。再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要对日本递出橄榄枝了？因为现在有日本媒体报道，这个中国同意移除钓鱼岛附近的这个浮标，有助缓和中日关系哦。共同社报道，中国已经会知日本称有意移除一个设在钓鱼台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的浮标，希望能够移到靠近中国的那一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有助于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好，这里看到这个《民报》报道，这个中国恢复对日免签日揆称多番要求，因为日中关系的基础呢，最重要就是两国国民展开的交流。那到现在多次希望向中方要求早日恢复因为疫情停止的免签政策，这是石破茂所讲的。好，那现在看情况。日本的外相呢，现在研拟下个月要访中国大陆，要跟王毅来会谈，届时可能会要求中方加速恢复水产品的一个进口情形，好像可能背后是有些这样子的交换的一个筹码所在。那石破茂呢，上周在 APEC 跟习近平举行的这个场边会谈双方同意呢尽早举行人文对话，还有同样是部长级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那对比一下这个情形这个是不顾中国反对日本的自民党下周将首度展开这个亚洲版北约的会议那这样情况呢，会不会变成一个矛盾的情形？大家现在也在看。好，看完日本之后，我们来看菲律宾的情形菲律宾是不是陷入内斗情况呢？怎么说现在马尼拉特使表示川普2.0将维持美菲经济与防卫关系的牢固。这个是菲律宾驻美一个高级特使说，他说。美国在川普第2任期将保持稳定跟支持，特别是海上安全跟国防战略部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在中国跟中国关系的紧张之际美国加强跟菲律宾的海上防御奥斯汀参观的巴拉望岛的这个指挥跟控制中心会见了美国跟菲律宾人，然后展示了先进的无人水面舰艇。然后包括了一些无人机等等。那美国呢，也向菲律宾部署了特遣部队整合了情报监视跟侦察能力的监视南海的死神无人机，还有海神巡逻机，还有陆军的灰鹰无人机等等好，那现在内斗部分在哪里呢？现在菲律宾的副总统，也就是杜特地的长女呛总统了。那现在呢，包括了菲律宾2大政治家族的斗争升级。
他曾经说：“我曾与一名刺客对话，并且指示他遭遇不测之后呢，将小马可斯第一夫人等等，将众议院的议长可以一并解决。”哇，这个还蛮呛了。那现在总统呢已经指示了这个指挥部发表声明，并且提升相关的安全措施但他其实过去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惊人骇人之语他曾经也说，曾想过要怎么拿下他的头之类的。所以看得出来，他的讲话真的是也是蛮凶狠的。那可是现在腾讯网也分析菲律宾是不是现在开始摊牌？他点出个故事因为主要是背后的政策分歧包括杜特地在内中非的关系渐入佳境，但南海的问题呢也趋于平静。但是从小马可斯上任之后呢，频繁在南海的问题上呢，跟中国挑起纷争甚至菲律宾向美军开放的基地完全倒向美方的态势非常明显。可是过去小马可斯家族不是这样子对于马可斯家族中方一度还寄予厚望我们时间往回推到1974年当时的铁蝴蝶也就是伊梅尔达带着儿子小马可斯访问北京但很不巧他没有看到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那当时他就当着官员的面忍不住的啜泣了起来他多想看到毛泽东。那后来中方不得不安排调整安排到长沙去见毛泽东。后来他也回忆说，他知道毛泽东喜欢唱歌，他就请他演唱，他还用中文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毛主席听得非常高兴。所以过去马可斯家族呢是有这段跟中国的历史是有些相互的。可是大家很好奇现在中美关系呢，马可斯可以说是积极参与，也是开拓者。哪知道轮到小马可斯上台执政之后呢，却跌到谷底，甚至不排除还有可能有战争的可能性。好，那看到战争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军武实力因为天河新一代电脑系统再夺世界图计算的桂冠，已经拿了第2次的冠军了。甚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中国在无人技术的领域取得了巨大飞跃，可以推出在恶劣地形当中可以执行艰巨任务的新型机器人山猫。大家看到画面就知道，不管你是要翻山越岭，还是要走不管多么艰难的土地这个机器人山猫通通都可以应付，甚至还可以后空翻。哇，那大家可能想说，那如果未来战争使用像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对中国的军武来说，等于也是展现另一部分的实力情况。好，话来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中国大陆对日本递出了橄榄枝？因为石破茂刚上台嘛，是，所以我想大陆也是尝试性的，我们希望能够让中日之间降温，对大家也都有好处。那可是问题是能够降到什么程度呢？也要看日本进一步的表现而定。如果日本真的像石破茂讲的去搞这个所谓的亚洲版北约，那请问一下，你搞亚洲版北约，你想对付谁？如果是想对付中国大陆的话，那当然中日之间的关系就好不起来。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要看石破茂打算走到哪一步，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态势。我觉得大概中方最喜欢讲嘛，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嘛，对啊，就看你会做到什么。那如果你并没有做得太过头，那我想中日降温是可以预期的。但如果你做得太过头的话，那当然大陆也不会客气，搞不好不止没有降温，搞不好再加强彼此之间的对立，都很可能会发生，可能会升温对，那川普现在当然他去跟菲律宾讲说我会维持美菲之间的合作一些相关的关系，但是他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就很难说，是因为拜登过去这4年，很明显他在南海是怂恿菲律宾去对中国大陆进行一个挑衅的态度。对，所以你看，在他临别秋波的时候，这时候又弄这个所谓的特遣队。我昨天就讲说，这个特遣队应该是虚晃一招，结果果然这个特遣队头都是无人机载具。是，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美方想要用他最少的能量、最少的牺牲，然后呢，怂恿菲律宾去跟中国大陆对着干，应付菲律宾就对了。但是问题是，这是拜登的策略，拜登政府的策略。川普上来还会进行这样的策略吗？其实我是很怀疑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嘛，除非美国愿意加大力度在南海跟中国大陆抗衡，否则的话，光靠菲律宾是管不了什么用的。菲律宾怎么样也不会是中国大陆的对手。所以我不认为川普会想在南海这个地方耗费非常巨大的资金跟资源去跟中国大陆做抗争，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也许是会改变的。那当然还是要观察川普到底打算怎么做。那至于这个沙拉杜特地呢，他其实会讲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狠，可是请大家注意哦，他其实讲这个意思是说他自己可能会先被干掉，因为他说我遭遇不测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所以他其实在警告对手你不要动我。那大家觉得奇怪，你堂堂一个副总统为什么会说这些事？
因为菲律宾的选举文化其实是很恶劣的，是菲律宾经常发生，你知道，就是在那种地方选举啊，双方一言不合，直接带人去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把他拉到山上，把他埋掉。好可怕哦。对，他们经常发生这种，那常常发生大屠杀，就直接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就这样开干。是，所以他们的选举文化是很恶劣，所以这个是他会出此言也不奇怪。那1974年的时候，其实这伊美尔达，我们当年翻译叫伊美代。伊美代对，伊美代。那伊美代为什么当时会急于去跟中国大陆示好？其实理由很简单，当时也是美国人叫他去示好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正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正常化，都是美国怂恿。是，所以所有的一切根源还是在美国人身上。好，我们请教吕进长怎么看呢？我们看到奥斯汀他其实看了这个无人船的部分啊，那他讲这无人船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所可以看到的这一个，它搭载多少？它能搭载的多重啊？64公斤。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啊，在珠海航展展出的这个虎鲸号啊，这个虎鲸号它有12个垂直发射系统，然后呢，它除了火炮之外，因为它后面还开了一个很大的洞，是不是能放脱衣式声呐，或者是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想法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可以来回4000海里，然后跑40节。它为什么需要跑那么快？因为它要跟上航空母舰打击群啊，这个才是新的一个作战样态啊。那一个小小的啊，其实我们坦白讲，搭载64公斤啊，那小舰长站上去就跑不动了。那这是我们讲的。那但是呢，我们再看看啊，其实啊，一个政党能够存续啊，能够不被轮替，最重要的是国内的经济是否的状况啊。为什么石破茂他这么在意说中国开放对日本的免签证啊？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看看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周六周日这些饭店的生意其实还不坏。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周一到周五，对不起，就门可罗雀了。可是这些需要什么？这些就需要国际的观光旅客。那现在石破茂这样做，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这民进党政府啊，你不开放，然后呢，这个有关于房屋、有关于夜市、有关于餐饮，通通这一些都是苦撑待变啊。你觉得这样子对你的老百姓好吗？另外啊，讲到说有关于这个布放在钓鱼台附近的这个浮标，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浮标小小的，那浮标非常大。那这个浮标我们对应的这一艘船是向阳红31号，这向阳红31号是3000吨的船，你就知道它这一个浮标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浮标呢，那它当然可以就是它可以收集这些大气的这些资料，当然它也可以收集水文啊。这个就是有助于那个解放军啊，他对于整个周边环境的了解。不要讲别的，从渤海、黄海一直到东海，那不含这个钓鱼台，一共布放了23个浮标，在这个也就是从那个北到南23个。那在台湾海峡附近也有，曾经呢也被渔民捞获过。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些基础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我们这一次在珠海航展里面，中国科学院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展厅，它专门在讲这些水文它到底怎么收集，它收集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它对于周边的海洋治理的雄心在哪里。好，我们请教李教授怎么看呢？对，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尽可能能够缓和中日关系啊，这是符合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啊。但是就要看石破茂首相他的这个定位定在哪边，在光谱上。因为我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和缓的迹象啊，包括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福岛水产品，因为从9月份就有共识，就中国大陆做部分让步，但是我会认为说这几任日本首相从安倍、菅义伟、这个岸田文雄到现在石破茂，基本上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我觉得北京心知肚明，这个大的政策方向不变，只是在希望在这不变状况之下，日中能够稍微缓解一些，可以松解一下。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因为拜登任内做得非常清楚，小多边各式各样的联盟体系的强化。那假设石破茂能够稍微向中间靠一些，我觉得对于未来这个几年内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还是比较有优势哈。
好，其实呢，在现在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是这2场已经在打的战争，到底到了明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作为？毕竟呢，现在在前线战事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但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呢，现在打算真果树，刚刚不是讲吗？他先新试射这个算是中程的导弹哈，现在说要量产。然后呢，吕特也就是新的北约秘书长，之前是荷兰总理，他就赶紧的去了佛州这里跟川普见面，说这个是问题很重大啊，要怎么样来解决？当然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就是会不会最后让他整个欧洲会扩大战事嘛？所以呢，希望川普你赶紧先告诉我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来，准国安顾问，也就是这一位叫做瓦尔兹，他说了，就是刚刚我们这个申峰老师讲的38度线啊，南北韩不就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军事分界线吗？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来作为一个临时边界。但反正如果签了保证安全之后呢，如果这个普京反协议他都会介入，但是呢，并不至于走到允诺乌克兰成为北约会员国，等于普京要的他已经先帮他给踩住，就在这里了。俄军呢，现在其实是急速的在往前推进当中，说呢已经占领了乌东的村庄，目前控制将近了20%的乌克兰领土。其实呢，在过去这1-2个月的时间，他们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当然了，现在呢也传出前线他们也歼灭了乌军的精锐部队，所以让明年度的这个部署，本来人员已经很缺的乌克兰更加的窘迫了。甚至现在还在分析一个，就是库斯克这边的行动呢，他们要分散兵力，让他们的防线呢是濒临崩溃。因为呢，当你是整个小队往前推进的时候，那他也要分散他的兵力，那人不够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再分散兵力，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力道会一直被削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问，难道俄罗斯兵就那么足吗？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波其实普京已经先征过一次新兵，好，现在呢他还签署了一个新的法案。为什么说如果说你去帮我打仗的话，去乌克兰打仗的话，免除最高1000万卢布，相当于新台币312万元的未偿债务，等于说用重赏之下绝对必有勇夫。那是不是换句话说，普京他也还没有打算要这么快的把这场战事给解决掉？在和谈之前打到哪里，那我未来的谈判筹码就能够拿到哪里？大家都希望最大化，都希望有一个最大值的存在。法国的外长已经讲了，说乌克兰如果现在是因为要自卫保护自己的话呢，是可以打这个法制飞弹的。那好啦，法国开绿灯，英国开绿灯，美国开绿灯，但问题是，即便如此，你真的认为欧洲准备好了吗？波兰外长直接讲啦，他们觉得呢，必须要为美国会重新考虑乌克兰战略而做好准备，包括了资金缺口，包括了武器缺口。而德国前总理梅克尔则直接讲了，说这场战争其实西方有责任。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说呢，其实对普京一直有这个独裁的倾向，所以呢，他其实对他并没有抱有幻想。那你也必须要理解，梅克尔呢，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北溪线给他牵起来的人，他承认说对于俄罗斯的能源有依赖，但是呢，他也特别的强调说呢，当时如果终止交易的话，他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他完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如何来发展国内商业，或者是国内的能源稳定度而来思考，做出那样子的一个判决。但不管怎么说，北溪现在也已经被炸了嘛，而也传出波罗的海有2个电缆呢是已经被人家给切断了。后来呢，他们还一直言之凿凿的说呢，就是跟中国有关系，原因那个时间点就是中国的商船经过。但是呢，大陆的外交部已经否认这起事件当中负有任何的责任。那大家就必须要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呢，在战争打到现在为止，其实不管是西方又或者是呢特定的国家，常常呢会说中方在这里面有一定的势力，或者是有用一定的力气在里头，但是到底有没有证据，又或者是说呢有没有一定的讲话依据，就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司令，你怎么样来看前线的一个新战事？如果俄罗斯真的他在把这个真果树量产之后，欧洲是会害怕的吧？对，这个真果树这个飞弹
俄罗斯把它做出来，我认为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它现在能够量产，就是大量制造。换句话说，这榛果树了已经成熟了，这样的话对乌克兰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榛果树它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它穿透力很强。它穿透力很强，它到最后面终端加速到10倍音速。10倍音速按照目前，这是高超音速的弹道飞弹，因为它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公里。那这样5000公里的话，穿透力那么强，到达10倍音速，现在目前的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有效拦截。那他这样子，他打哪里就是哪里了。那这样子，乌克兰没有办法招架，就算给他这个爱国者飞弹、爱国者3型，他也没办法把它做拦截。爱国者飞弹最大的速度也只有4倍音速，那这个榛果树的飞弹是10倍音速，怎么去拦截？你不管是碰撞拦截还是曲线拦截，都有困难。那这样怎么办？那第3个特色，它部署了是后退部署，因为它打5000公里。那这样的乌克兰的特战部队想要对它做破坏，或拿无人机去攻击，攻击不到。因为他在2000公里、3000公里后面，对，他后退部署，然后就直接去打，那怎么去破坏？他又可以量产，又非常安全，又可以做渗透轰炸、渗透攻击。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遥攻武器，这样子。那对俄罗斯，俄罗斯它很好的，它继续生产，它做一个很好的战力保存，乌克兰没办法威胁它，是这个状况。所以榛果树它有这方面的特色。目前乌克兰的困境是在，它现在它的精锐部队已经被俄罗斯消灭殆尽了。现在只剩下速成班，那速成班上战场，毕竟能够发挥的战力毕竟是有限，他对武器装备的操作熟稔度，还有能够发挥火力这方面的最大的这种能量是有限的，所以他对俄罗斯这方面铺天盖地的这种火力，他没办法招架。所以目前你看，包含在10月份上个月，乌克兰就丢掉500平方公里，他就一直开始胜利计划、光复计划，结果没想到这是步步后退计划了，实际上变成这个样。所以他的战略能力跟他的战略的企图差太多。你那个战略能力要拉起来，跟战略企图要等量齐观，或等价齐驱，要这个样子。但是乌克兰在这方面没有办法达到。那我们现在内外看到，就是说，普丁的这方面的战略构想，他就是3个，非常的清楚。他将来占据的乌克兰领土，他不还，他已经讲了，这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3个原则。第2个原则，普丁他就是要不准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非常清楚。当然，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川普说20年不要加入，普丁就讲不止20年哦，他没有讲说20年哦，他说不能加入就对了。那没有讲20年，可能30年、50年都不能再加入。这是普丁的第2个原则。第3个原则，普丁就是要乌克兰去纳粹化。所以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亚速营了，对，因为亚速营当初就是乌克兰那个纳粹的一个代表。那现在亚速营早就已经消灭，大概差不多了。那现在的话，那剩下这3个原则，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的。那西方国家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乌克兰被俄罗斯所占据的领土放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按这样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普丁就讲得非常清楚。最重要的，西方国家看看能不能下场帮忙，来帮忙打这一仗，尤其是美国。如果美国能够带头的话，那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啊。但是问题是，现在看不出任何的迹象，因为拜登都没有派兵了，川普更不可能，因为川普还比拜登总统还更不想打仗，因为川普的想法是要赚钱的，他不想打仗。你看在川普总统的任内第1任任期的时候是没有发动战争的，他有暗杀在那个中东的暗杀索拉曼尼，那他那个时候是有暗杀他们这个基本教义派的指挥官有，但是没有发动任何战争。所以看川普原则上对乌克兰的这个战略政策，原则上会走向保守。那这样对乌克兰来看的话，我认为会比在拜登时期还会更为不利。是，请教盛峰老师会怎么看？这样子了，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大家可以有定论了，不会逆转。首先呢，乌克兰是打一个寂寞的。乌克兰说为了北约，结果最后说不可能有北约。乌克兰说我要保有领土，结果不可能有领土。那么假如打了2年，打了1000多天，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那你是干什么了？真的是自作孽。你是被西方带着蒙蒙走，走到最后的结果，自己丧失了领土，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主权，自己的人民受了这么大的痛苦，4000多万的人口，已经1000多万，不是战死在战场，就已经逃离了家园。那么这个国家明天怎么办呢？那我们再来看这一场。乌克兰是打一个寂寞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西方要达到压制俄罗斯的目的有没有达到？达到部分了。俄罗斯到现在没有垮。我们看这2年它的经济成长率在整个的欧洲还是排名前面的，它没有垮。那前面战争啊，它后面照样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啊，它的经济成长照样在往前在走啊。这个时候对俄罗斯有什么大的压力呢？你说好，我的几千亿美金被你扣留了，扣留就扣留，2年我还不是这样就过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俄罗斯已经从战争中，在西方的制裁中找出了自己果然的生存之路了，而且这路没有活得很痛苦，没有活得通货膨胀了，没有活得国内的内乱了，是吧？这第二个。那么我们来看看呢，欧洲也是打得很惨了，欧洲要教训的俄罗斯，结果教训的到了自己。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德国。德国今天因为没有廉价的能源可以用，所以德国到今天为止怎么办呢？企业出走，到现在为止生产力下降，经济是很大的一个受害。德国是欧洲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欧洲也是受害。看来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美国。美国军工产业赚得盆满钵满，美国所期待的欧洲的资金转移到美国，所期待的欧洲的企业转移到美国，基本上虽然没有100%照他的心愿了，但是基本上是达到了他的要求。那这一场战争这样子的打法，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来想一想，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西方呢，美国、北约想方设法要把中国拉进来，这个是你报，这个是你搞的。那中国大陆是想方设法说这一切跟我无关，我就要保持中立的立场。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我唯一想象不到的是台湾，是想方设法想要让世界知道说，俄乌战争我也有一份。怎么世界会有这么蠢的战略思维呢？真的，所以在这个多变的局势里，从俄乌战争看得出来，大国永远只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更大的国家所拥有的利益会更大。他受到的战争的伤害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但是小国，但是也不要忘了，乌克兰不是一个小国啊，仍然经不起这样的冲撞啊，怎么我们可不谨慎呢？是，请教一下左老师会怎么看？好，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北约的这个秘书长鲁特到佛罗里达州去。那么鲁特呢，其实他在他原来是荷兰的这个总理嘛，那今年7月刚卸任，他有一个称号，有一个外号，就是叫做铁弗龙马克，因为他是马克鲁特，就是说他是个不沾锅啦。他其实是一个蛮务实、蛮圆滑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么，所以说他当然知道说，欧洲还是有不少国家支持乌克兰，但是呢，如果没有美国的坚定支持，乌克兰能够走多远，欧洲能够支持多久，当然是一个问号。所以他在见川普之前，他先去了波兰，然后他到波兰谈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去谈说，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应该要学习波兰增加国防预算，因为川普是要求北约国家要增加国防预算到2%。那么波兰是多少？波兰是4%，然后今年呢，明年还要提高到4.7%。所以他说，全这个北约国家应该来学习波兰怎么样来增加国防预算，怎么样扩大投资国防。好，带着这个呼应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张，他去见了这个川普。当然，他也去见了华兹，就是这个未来的这个国安顾问。为什么呢？其实华兹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川普团队这些能够影响川普政策，而且摆在台面上的这个几个人里头啊，他是所谓主张要降低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来把这个美国的战略资产全部都部署在亚太地区啊，那以中国大陆为最主要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对手，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他当然希望就是说能够了解川普的想法，也能够在这个中间保全这个北约对乌克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当然，你如果到他去华沙的这件事情去看，也会发现到说他对这个乌克兰支持这个越来越底气不足。为什么？因为他去见了这个波兰的总统跟他的国防部长的时候，他们跟他讲什么？说
波兰要继续对乌克兰支持，要乌克兰尊重波兰对乌克兰的这个常年的支持。他说，因为最近泽伦斯基也批评了他们，因为泽伦斯基要求说，让波兰能够去拦截俄罗斯打到乌克兰西边的这个西部乌克兰的这个飞弹。那乌克兰说，那个波兰说他没办法。第二个，他说这个要北约来决定啊。他说这个北约所有国家决定，不是他个人国家，他自己国家，所以就变成双方弄得很不愉快。那波兰在刚开始战争的时候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那也是最坚定要对抗俄罗斯的。但是现在你看，连波兰都有这样的声音，所以当然这就是说明了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处境呢，其实真的还是非常艰难。好，其实呢，在乌克兰最后处境会如何，最重要的还是可能等到川普上任之后，他们会比较明确一些，因为有更多明确的作为。但现在呢，川普在上任之前已经有明确的作为是什么？是他一定会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由马斯克来领军。那马斯克现在讲说，美国正以超快的速度奔向破产，最主要原因就大家都知道国债嘛，国债真的是很高嘛，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也让他促使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他讲他希望呢能够裁撤掉不需要的部门，减少不需要的开支，而因为他抬头，结果呢，那些自由派的就开始在讲说好啦，本来呢，你知道吗？伯克莱这边要开一堂课，叫做马斯克败给法律，现在也停了，原因是因为确实马斯克现在对于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可能达到史上未有的巅峰，包括什么？他可以直接去呛瞎一些人，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明年1月20刚好新政府上台，他要卸任，结果呢，马斯克就酸他说：“哎呦，听说你们每个月只进办公室1天呐，言下之意是不是之后这个部门可能就完蛋了？”而现在呢，也很多人知道马斯克其实他讲的话，川普会听，所以呢，也开始跟他做请教，包括了科技业的这一位周受资 TikTok 的执行长，据说呢，也已经主动的征询马斯克，看看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技术政策等等的看法。好，这一些呢，基本上就是变成了线下川普要上任之前的一个风向的导向。另一个风向是什么？是跟他有仇的绝对必报。来，华邮告诉你了，川普上任之后，他计划要开除特别检察官，还有要设团队调查2020大选舞弊案。当年4年之前，你们怎么说我的？你们怎么样来让我入罪的？好，我现在一个一个给你要回来。好，甚至呢，现在他在挑人的时候，大家也开始在看他到底怎么挑的。这一位前国务院的亚太副驻青叫黄之汉，据说呢是广东移民之子。他现在呢说是因为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有帮川普跟金正恩进行高峰会谈判，所以呢他要将他任命为白宫的副国安顾问，认为他在印太这一边应该比较理解。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一位福特是保守派的一位大将，第一任期初期呢就已经当过了白宫的管理还有预算局长，现在呢是难得在他以前没有，然后以前当过，现在还是朋友，可以回国再帮他来掌控白宫的预算局。这一次新人事的提名呢，几乎已经全部完成了。CNN 的讲法就是一个特质啦，就是呢这一些人基本上呢就是高风险好斗的现代媒体环境当中愿意为川普辩护的人。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愿意挺川普的智库，这个总裁叫做罗林斯，现在呢也要来担任农业部长。那当然啦，他就讲到了关税战这件事情，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之后呢真的是要打关税战的话，那美国的这些农产品可能会有问题。到底打不打关税战呢？可能来问一问这一位即将要就任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好，贝森特的讲法是说，没有一定要，那是一个策略，那是一个以升高来降低的做法。也就是说呢，他基本上现在呢，在关税的这一题上面，叫做跟对方谈判，你必须喊价喊得高一点点，才能让其他人退步。而另一个部分，高盛有讲了，如果说你真的要加关税，不用到60啦，你只要加到10%的关税，美国的核心 PCE 呢就会上升超过3%。好，什么意思？通膨就会开始再往上飙。你确定以你现在经济来说，
以你当时在选举时候的诉求来说，你盯得住吗？美国现在其实呢，再一次的对于大陆这边寄出新的出口限制了，好，包含了高频宽的记忆体啊、AI 的产品等等等，这一些呢，当然都是跟这个晶片等等是比较有关系的。中方这边呢，就是讲说，你现在是不是要想变成了这个经贸的冷战时期？但不管怎么讲，现在你要去为中国，或者是对于中国记关税战，跟你4年前甚或是8年前要做这件事情大不相同。因为过去这4年，中方确实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回过头想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你怎么样来看马斯克这个人？马斯克这个人有的时候讲话你也不得不称赞。他真心讲的直白，他也没什么模糊地带，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就是要破产了。我想他是讲的真话。我们先来看。美国的国债是不断的加高，然后美国每年的预算呢是赤字不断的在增加，然后美国的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上限不断的在提升，这样的国家不垮，是因为建立在全球被收割的基础上是因为美联储变成了全球的中央银行然后呢，他们几亿人在那里吃香喝辣，那全世界人在那里痛苦万分所以。能不解决吗？撑下去能撑到什么时候？所以马斯克的论说是对的。那至于他能不能做得到，我们拭目以待。这也就是我常常讲，这一个在政府体系跟在企业界常常很多企业界成功的老板，因为他的成功会带他一点自信，然后讲话都难免会有点碰轰，因为在他的企业王国里，他是 king，他说了算，他人太多，我裁掉一半。那他只要能度过危机，裁掉是他的事情嘛？他股东还支持呢。可是只要一到了政治上，不要说裁一半裁1/3，裁1/4都痛苦万分了。所以呢，我就想到呢，20年的前夕这2020年前夕，就10月份的时候，那川普签署了一个 F 计划。F 计划里面就是他也知道，假如这一些联邦的人员要做裁撤的话，怎么办？那没有那么容易他有很多的法规保护，所以把想要裁撤的人就把它放到 F 计划里面来的时候，那他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处理掉了。但是因为他没有连任，这个计划也就摆着没有用了。那我不晓得他的整个的裁撤里面是不是 F 计划会重新启用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不这样子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要把400多个这一个机构要变成了90几个，你可以想象。可能在私人机构里都已经不容易了，在公家机构里能不能做到，我们是有问号的。历史上常常告诉我们，改革能成功是可以创造历史，但是问题是，常常改革的过程改革者常常是要被付出代价的，这是一个。那马斯克在整个的川普的阵营里面有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大概没有人有疑问。谁有疑问，谁就是严重的判断错误这当然没问题。那同时呢，现在也谈得出来，除了马克思之外，真正影响了这个川普的，从各方面显示，他的大儿子那么对他的影响是够重的。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最近的人事布局有一个特点：MAGA的继承者；第二个呢，对他绝对忠诚的人；第三个是被这个叛逃而来的人。那么大概属于建制派的人不太多。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做法？而且更好玩的，他这一次提名的重要的这些人里面，包括川普自己在内，都有一个特点，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注意，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通通都有性丑闻，好像没有一个没有，而且都发了封口会。那其中呢，一个已经下台了。当时美国还有人这样的做法，说为什么这个明显有问题的人还把他弄出来？因为他实在太有问题，所以他下来的时候，旁边后面那些人有没有，大概就比较容易过关。我也不太懂这个道理在哪里，但是有一点，这个塞克斯这个国防部长现在已经被《纽约时报》露出来，他总共花了封口费在70个女孩子的身上。那这件事情就后续一定美国媒体会有非常多的报道，绝对精彩。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但是这样一来以后，这个美国川普政府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自由派会怎么来回应他？是的，很多人讲川普落选会有形式的内战，川普当选会有你看不到暗潮汹涌的内战。这一个70个封口会
女孩子的风口味的故事浮出来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一个看不到的潜在的内战已经在发生中了吗？其实呢，在一个新的政府要上任之前，确实在人事的布局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话，未来的走向。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事布局的话，大家就要问，因为参议院也是共和党所掌控的啊，但是这一些共和党的参议员们真的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人事布局吗？我们先进广告。我们讲到了川普用人哲学，现在大家在问的是马斯克能撑多久？来，请教左老师。好，很多人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啊，马斯克跟这个川普的这个到底合作？现在他们这个美国常常用的这个词叫 brand romance，blood romance， 就是说这个兄弟情谊哈。那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兄弟情谊到底能维持多久？很多人都不看好，说因为两个人的都很这个主观，都很这个主见很强。现在当然就是看这个所谓这个政府瘦身计划，因为瘦身计划当然涉及到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说你要哪些业务要瘦身，像高尔就是像这个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就高尔在负责美国的瘦身，当时他瘦身就是瘦业务不瘦人所以说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层面的这个那么广的影响。那现在他很显然呢，因为川普已经就是说他连这个所谓的这个F 计划都要进来，要去要改变这个职位的一个政治属性，要说变成这些职位 F 计划涵盖的这些政治职位，这些职位通通都要以政治效忠作为他的这个行事标准。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任命，就是说职位也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那他所引起的这个风波会很强，那当然就会增加了他跟川普未来合作的一个可能这个稳定性因为很多人一定会黑函不断或者不断的去跟川普去咬耳朵啦，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瘦身之后，你的这些基本的管制功能怎么办？现在他们很多就是说，那政府不要介入管制啊，就完全开放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自由运作。可是呢，你像这个 AI 这个部分，未来它的这种它的使用怎么样能够合乎大家所认为的一个所谓的伦理规范？大家到底有没有一个对伦理规范有一个共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经由很缜密的一个决策的过程，然后很严格的去执行它。那这个显然你完全把它砍掉之后，它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后就变成是这个大的吃小的，强者生存嘛。好，这是马斯克。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看到那个贝森特是另外一个重点人物，因为他现在要担任财长。那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基本上是赞成川普的这种所谓的小政府的计划或者减税的计划，可是他对于关税是有看法的。所以说，那川普为什么会用他呢？很多人说，那他会反对川普的计划，不对。反过来说，可能是他要去看川普的计划对华尔街的影响，对银行证券业的影响，然后要去进行沟通。所以就是说，未来川普的这些阁员很大的一个负担，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川普的任务讲清楚、说明白。那么当然，第一个他自己的想法是其次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没办法讲清楚，如果企业界、产业界有反弹，那他就只能下台。